开始了啊！1、2、3、4、5、17，感觉手开始麻了，18、19、23、24、25、24。你能在麻醉之下坚持清醒几秒钟？为什么麻醉呢？你一下子就直接睡过去了。在过去一些影像的节目里面，我们拍摄了很多手术，那些手术几乎都会需要麻醉。那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将带你来看一看麻醉医生究竟是怎么让你麻醉的？麻醉对身体有伤害吗？到底是什么感觉？那这里我得先做一个预警，本期节目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尖锐的物品，如果你害怕的话，可以离远一点。如果说你确定离开的话，剩下的人，我们开始。说真的，麻醉可以说是医学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不痛，这太重要了。要知道，麻醉发明以前，你想要做一个手术的话，可能得像关羽一样咬紧牙关，或者在手术前把你一棒子给敲晕。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麻醉方式有很多种，你的麻醉部位是可以定制化的。比如说李思维想去点个痣，但又很怕痛，这时候可以往痣的部位涂局麻药，这种局麻药通常是利多卡因，涂在表皮就可以让你的表面暂时失去信号。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这种局麻药也被探索出了一些别的用法，你或许可能知道一些，但怎么说，利多卡因属于医疗用品，擅自使用甚至可能会威胁你的生命，所以不能乱来。那如果说你要去拔个牙或者做一个割包皮的手术，那该怎么麻醉？这时候用的麻醉药大多数还是利多卡因，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把麻醉药给注入到你手术区域的神经丛里了，这样可以实现单独的那一块区域失去知觉，实现精准的打击。大概多久会起效，副主任？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起效了。现在麻药这么快了，副主任拿出了这些，说看看张扬有没有起效。我夹他，我没给他打刀，我夹他不疼，就说明他起效了啊！请把头低下。你别看，你别看，你别看。好，那听到这个麻醉，你肯定会说 ，Tim， 你带我们来就是来看这么点东西吗？这麻醉太无聊了，有没有更厉害一点的？那确实，你看到目前为止的都是不需要麻醉医生介入的这些麻醉，一般主刀医生就可以实现局部麻醉。但是再厉害一点，就需要专业的麻醉医生了。像我们公司飞龙这种割痔疮的手术，麻醉医生就会要采用一种叫做腰麻的方式。我能感觉到有一些液体好像在进入我的身体。人家还没插上呢。啊，还没插上啊？这样啊？哦，现在给了吗？再给。感觉我的脚尖能感觉到有一点麻麻的感觉，起效好快啊！它通常会让飞龙握成虾米状，接着把麻醉针进入到特定的腰椎椎间隙，我们的脊髓和神经根都浸泡在一种叫做脑脊液的透明液体当中，外面包裹了一层坚韧的膜，叫做硬脊膜。腰麻则需要穿过硬脊膜，把麻醉药注入到脑脊液里面，于是就可以出现下半身完全失联的情况。我感觉抬腿好困难，你抬不起来了吗？已经抬不起来了，好快，也就2-3分钟吧。但如果你要做的是无痛分娩的手术，另外一种麻醉方式就是麻醉针不穿过硬脊膜，这样可以减少疼痛的同时，你还能够用得上力，所以会有一点不一样。那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说 ，Tim，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么一点腰麻吗？好没有意思啊！有没有更厉害的麻药呢？没问题，我自己来给你演示。你看，这个就是能让我直接失去意识的全麻，这个叫做丙泊酚，可以看到我在20秒之后就直接过去了。比如说我现在想对你打吧打他现在应该是不会反抗的。对，你打吧。而且他是完全不会记得的。应该不会记得，除非很用力的打。那它是怎么这么快起作用的呢？我们大脑中有着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闸门 GABA 受体，它时开时关，当它打开的时候，带负荷的氯离子会涌入神经细胞，但当丙泊酚来了以后呢，它能紧紧结合在这个受体之上，让闸门打开的频率变高，持续的时间变长。这时候大量的负电荷会进入神经细胞，就像是被降温了一样，电信号难以传递，你的意识就瞬间断电了。而丙泊酚也被麻醉医生称之为快乐小牛奶，因为它除了代谢快这个优点之外，它往往可以让你睡一个麻将都是清一色的这种美梦，想不到别的事情。睡得好香，就智商提升了。说啥？没什么。没什么，我听到了，你说你要给他们发钱是吗？发多少威胁我？1500啊，15000吧。威胁我。你很健康，什么都没有。是吗？太健康了，各位，一定要有强健的体。
不过麻醉之后，你通常都会遗忘手术这段记忆，这时候也是你最虚弱的阶段。麻醉医生和护士还会继续监测你的生命体征，观测你的意识状态，你是否代谢掉了麻药。那你可能会想问，我要是一直醒不过来怎么办？那不用担心，麻醉医生还有别的拮抗药来帮助你恢复状态。那很多人在做过丙泊酚的全麻之后，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那是睡过最香的觉。那它是不是能作为安眠药呢？那答案就是丙泊酚等全麻药物有一个很重要的弊端，就是可能会引起呼吸抑制。像迈克尔·杰克逊就因为私人医生把丙泊酚这类麻醉药当成安眠药来帮助他睡觉，最终导致呼吸抑制，直接死亡。所以在手术开始之前，麻醉医生通常都会给患者上一个氧气管。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也去做过无痛肠胃镜，而他的气道就比较狭窄，在麻醉过去以后就开始打呼。麻醉医生通过监护仪观察到他的血氧饱和度在往下降，于是麻醉医生需要时刻帮他仰起头，打开他的气道，让他呼吸更通畅一点。那这类就属于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麻醉医生并不是把患者麻过去以后就完事了，在每场手术开始前都需要检查麻醉机、呼吸机是否工作正常。如果发生了比刚才更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对患者立刻进行气管插管来帮助呼吸。所以麻醉医生能在一场手术中闲下来，那真的就是最理想的状态。麻醉对身体有危害吗？我经常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那小孩子都来做手术，个个都对大脑有影响，个个都不用上学了，是不是？我说其实都是可逆的，他都通过肝肾功能啊，通过其他肺啊，都慢慢代谢掉的，人就苏醒过来了。那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说 Tim， 这个麻醉是不是也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不是，前面提到的麻醉还不是最复杂的麻醉，真正考验麻醉医生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拍摄了一场胆囊切除手术，医生会进入到腹腔来切除病灶，这时候丙泊酚它也不够用了，需要用到多种药物的配合，才能实现术中全麻的效果。那首先，丙泊酚会作为镇静药打头阵，配合七福丸这类吸入式的麻醉药来维持术中深度睡眠的状态。接着使用镇痛药，让患者的术中痛觉消失，还有肌松药，让肌肉松弛下来，方便医生操作。那既然肌肉也松了，那丙泊酚它打进去了，还是有呼吸抑制的风险，所以这一类手术是一定会对患者进行供氧的。麻醉医生会把气管导管插入你的气管，连接呼吸机来维持你的呼吸，同时会备好肾上腺素等药物来面对失血过多引起血压波动等各种问题。可以说外科医生是救命，麻醉医生是保命的。麻醉医生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最惊险的情况你有遇到过的是什么样的？他其实在刚刚推药，就是通气通不进去了，就挤都挤不进去，我呼吸机打不进去，饱和度眼睁睁的看着往下，气道痉挛了，支气管痉挛，赶快加深麻醉，给他一定的那个支气管扩张药，再给他保证自己通气。所以我们麻醉生在做麻醉，任何时候我们的气道的工具都在我们手边的。虽然在手术的时候，麻醉医生的身影通常就出现在手术台的角落，但是麻醉医生其实术前术后都在守护着你。所以希望这个节目能让你更多的了解麻醉医生，他们不叫麻醉师，他们叫麻醉医生，也能够了解到麻醉这项技术。那最后感谢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感谢陈医生给我们的科普。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们看看，他们要做手术的话，也许会没有这么紧张。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么的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下期再来点不一样。祝你像我一样健康，马年吉祥，马到成功，马首是瞻。这不是不好意思，龙马精神，马上有钱。